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桃园来的银灰色的300 SEL 的6缸分油盘，它的故障检测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在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在大概在210ml 左右因为经过30年左右我们的油箱像变成一个污染源，就像我们顶楼上的30年的水塔它里面累积了很多脏的东西油箱是提供汽油的地方它里面经过30年之后呢，它里面会有残留的汽油的胶质，就是油袋，还有就是油箱里面生锈的铁砂铁锈还有加油站来的沙子把我们的那个油路这整个喷射系统的油路机械式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50，第二缸145，第三缸150，第四缸145，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50这次我们看下来，它的出油量还算平均，但是呢，都比要求的210ml少了210减150，大概就是少了150ml少了60ml左右。这明显就是大油道堵塞了。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大概在210ml左右。这颗从桃园来的银灰色300 SL 的6缸分油盘，编号49589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50ml左右，而且相当平均代表它大油道是堵塞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210ml左右。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厂方的要求210ml？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经过30年的使用之后呢，我们的油箱是污染源，把我们的整个供油系统喷射系统都堵塞了我们虽然我们这个年代的车子，它的引擎相当耐用不管是 M102 的4缸、M103 或者 M104 的6缸它都是因为是铸铁的钢体，所以它坚固耐用。如果不缺油不缺水，应该可以跑到50万以上，50万公里以上。但是呢，很自然的现象那个管路一定会因为污染而堵塞
我们这个是必经的过程。经过这个使用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20年时间到，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了。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202，第二缸205，第二缸205，第三缸205，第四缸210，第五缸205，第六缸20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目前我们看下来，出油量都已经从150ml恢复到210ml了。那它的误差从目视看下来，应该在3%以内，所以算成绩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49589的R109 300 SE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了解我们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阶段的测试，厂方要求虽然也是15%，但是大哥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等我们时间接近的时候，再回头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49589的R129的300 S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在怠速的时候它的稳定性所以这次的这个阶段的测试希望它的误差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5，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85，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8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经过30年的使用，在1990年代的这批宾士车，不管是 W126、W124 或是 W201， 它们的钢体都是铸铁的，虽然比较重，但是经过30年的使用之后呢，它的热变形比较少钢体比较坚固，所以钢体是坚固耐用，几乎很少让车主花到在修引擎的费用。但是呢，因为油箱的污染，30年的油箱就像30年的水塔里面充满了很多脏的东西我们经过这次整修过之后呢，那油箱的污染源我们必须把它排除。如果说它的污染太严重，我们就必须把油箱里面的滤网把它拆下来清理。那汽油泵浦旁边的汽油滤芯应该跟引擎室里面的机油滤芯应该同时更换大概是2次机油，也就是2次机油更换就大概是1万公里我们就要同时更换。那费用呢？汽油滤芯的费用跟机油滤芯其实差不多可能是1000多块为了保持我们的油箱干净让我们的污染供油系统不要再被污染使用20年应该没问题的至于说保养老车的方法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让油路有循环油箱在使用时维持半桶油，不要让生锈的油箱大部分都在下半部分
下半段，那如果有汽油包覆的话，它就阻绝空气，就不会再有铁锈的产生加95的汽油因为老车难免都会积碳。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